这是昨天的啊，昨天我们上了一遍颜色以后，我们需要调整的颜色，我们再加一下，在这个第一遍的基础上，你看啊，我们山石部分，对不对？哎，上石部分有的颜色，你看近景的颜色，它干了以后，对不对？干了以后就会变浅一些，变浅以后，我们在后边去做颜色的调整。哎，颜色调整，你看啊，我们近景部分，哎，第一遍啊，我们昨天上的时候上的什么？上的是赭石和藤黄，哎，赭石和藤黄，哎，看我们今天就是昨天上的就是这个浅酱的颜色，哎，今天我们在近景的山石上面，哎，稍加一点颜色，加第二遍颜色的时候也是以赭石、藤黄，看啊，我们还是啊，赭石、藤黄。赭石藤黄以后啊，在里面稍加一点朱标，哎，稍加一点朱标，加在什么地方？你看啊，我们第二遍颜色加的时候，亮面，你看亮面它不是有浅的颜色，对不对？我们加到暗部这个颜色，看加在我们用村的地方啊，村的地方，看这个地方，就是在我们加村的地方啊，哎，稍加一点这个颜色，哎，稍加一点这个颜色，哎，稍来一点，你看。哎，稍加一点，这是第二遍我们颜色的调整啊，调整，稍加一点，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赭石比我们昨天那一遍啊稍重一点，稍重一点。右边你看这个位置啊，哎，就是我们还是啊用笔呢和我们开始村墨稿的用笔一样，就是我们就是用颜色在原有的村的地方再去用颜色村一遍，用颜色村一遍。看啊，我们村的这个加颜色的这个位置，哎，第一遍的时候我们是同染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亮部同染的赭石，哎，第二遍颜色，你看加在我们村的地方，哎，村的地方。简单的讲，就是我们用村去加颜色，不是平涂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是平涂啊。哎，稍来一点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说我们这次上颜色的时候啊，第二遍上颜色的时候，就和我们开始村的用笔一样，也是在这个村的位置，我们去加第二遍的赭石。哎，加第二遍的赭石，到中间，你看加完以后啊，第一遍的赭石加完以后，哎，再来一点，
哎，就是啊，我们这个小亭子用赭石，染一下，先把亭子的顶部赭石染一下，下边就是我们的哎这个亭柱，对不对？也是赭石通染一下，哎，赭石的颜色，哎，赭石染完以后，对不对？赭石染完以后，我们中间用这个花青，哎，用花青加一点藤黄，用花青加个藤黄，调个，哎，花青多一点啊，藤黄少一点，不要这个绿色不要太嫩，对吧？这个绿色让它调的稍微老一点。你看我加的地方加在什么？加在它这个赭石和花青的中间，稍加一点，哎，稍加一点这个老绿色啊，就是说我们花青多一点，藤黄少一点，对吧？这个绿色老一点，哎，就是我们中间，对吧？赭石和我们上的花青中间这个过渡颜色，我稍加一个啊，稍加一个老绿色，哎，稍微绿色，让它过渡一下。就是说赭石和这个花青的中间，哎，有个过渡颜色。稍上一点，哎，这个颜色也是啊，不要太深，不要太深，对，淡淡的上一点。这个赭石，你看啊，对不对？赭石它会这个花青中间，你加一个过渡的颜色，它的颜色就是不是那么单一，对不对？它有个过渡的颜色，它这个颜色就是比较丰富一点，哎，就比较丰富一点。哎，中间看瀑布中间这个小碎石，哎，我就加一点，看稍加一点。那干了以后，它的颜色，对吧？它就会变浅。哎，所以说等干了以后，我们稍加一点，哎，稍加点颜色。上颜色的时候啊，我们加颜色的时候也是在你原有的颜色上面去加，哎，在颜色上面去加，不要这个，对吧？不要出来这个上颜色，你上出你这个结构的外边啊，对吧？在原有的颜色上面，我们去覆盖，哎，原有的颜色上面我们去覆盖一下。
哎，这是加的颜色啊，加的颜色。到下面你看啊，哎，我们对吧？你看我们上的这个山的山脚部分干了以后，颜色也会变浅。哎，花青加淡墨，还是这个墨青色，对吧？还是这个墨青色。哎，点叶的竖的地方上一下，对不对？哎，点叶的地方我们就用墨青色，花青加淡墨调的就墨青色。哎，我去渲染一下。哎，前面你看，前面那个小灌木，还有瀑布水口的地方，你看啊，水口的地方，哎，再加一下，哎，再稍加一下。这个也是根据我们画面的需要，我们去加的颜色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尤其我们水口的地方，对吧？水口的地方，别的地方让它亮一点，水口的地方两边，对吧？一定要让它稍微的颜色重一点。这样以后上了颜色以后，你看两边颜色重了以后，它透出的这个水流，你看是不是？它把我们瀑布这个水流拖出来，比较亮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我们留白的地方，是我们流水的位置，哎，比较亮。就是我们常用的，哎，颜色这个衬托的方法，哎，衬托的方法，把我们这个瀑布，对吧，衬得更白、更亮、更明显。你看，哎，我们加了颜色，是不是？哎，衬得我们这瀑布是不是？哎，更亮，更加明显。把我们哎染匀的地方啊虚下来。哎，哎，这是我们需要加匀的地方。哎，我们打湿一下啊，打湿一下。哎，把它虚下来。看，还是墨青色。看到下边，对不对？下边让它哎虚下来。这是我们中间哎瀑布流下来溅起的这种水汽。左边看，左边这是我们留的这个云雾的地方。哎，云雾的地方，我们稍加一点颜色。哎，稍加一点颜色。哎，让它更明显。哎，让它更明显。哎，下面，哎，你看上面这个树丛，哎，用一个墨青色，哎，渲染一下。渲染一下。
让它，你看啊，哎，我们要把瀑布下面，对不对？哎，下面瀑布，哎，用颜色把它按下来，让它按下来，然后上面啊，你看下边按了以后，上面我们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瀑布，对吧？那种溅起的浪花、水花，哎，它就是白色的，哎，我们去做一个衬托，做个衬托。你看，对不对？它的瀑布这个水流感觉更明显，是不是？我们下边加了颜色以后，它更明显。哎，下面啊，完了以后，我们开始这个点叶树。点叶树我们不是加的这个珠标做底色，然后我们加第二遍颜色朱砂，我们用朱砂去加第二遍颜色。哎，来一点朱砂。看，我们有了底色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们昨天啊，这个加叶树，我们加的是朱标打的底色，我们第二遍上这个朱砂。我们这个点叶的时候，你上红色也是啊，要用朱标或者赭石做底色，然后上面再覆盖别的颜色，覆盖朱标或者朱砂。嗯，看它有了底色以后，它的颜色，哎，就比较厚啊，颜色比较厚重。嗯，也就做了底色以后，这个颜色，比如我们上小青绿，是不是？小青绿的时候，上山的时候也是，你用这个赭石或花青打了底色以后，它的颜色出来了以后，哎，比较厚重鲜亮。这个点叶树也是，你看，我们打了底色以后，你上出的颜色，对吧？就比较鲜亮，它的颜色不飘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它颜色不飘。然后不像我们，你看单色你去上的话啊，比如说你不上那个底色，你单色你上一遍的话，它这个颜色比较薄，不明显，然后也飘着颜色。你看上了底色以后，你再上颜色，哎，它的颜色哎比较鲜亮厚重，哎也比较这个颜色出来了以后啊，也比较精神。哎，我们把夹叶的树，你看啊，这是第二遍颜色。我们第一遍用朱标，第二遍用的朱砂。上，哎，在原有的基础上啊，在我们原有的底色的基础上，我们去上啊。你看，我们打了底色的地方，你再上第二遍颜色。哎，这是红叶啊，哎，红叶的地方。然后你看啊，两边点这个点叶的地方，朱砂还是用这朱砂，加一点什么呀？哎，加一点朱标，把两个颜色融在一起。哎，我们点在
你看这个不是对吧？我们只画的小枯枝，把这个红点儿我们点在这个小枯枝上面啊。哎，点这个小红点儿，用朱砂，对吧？用朱砂和朱标调在一起，这样去点。哎，这样去点。点的时候也是注意它点的大小不同，点大小不同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它的聚散，对吧？有聚在一起的，有散开的，有大的点儿，有小的点儿啊，这样去点。然后点的时候，我们注意什么？点的时候颜色稍微稠一点。我们点的时候，尤其点这个色点的时候，不管是绿色的还是红色的，这个点的时候一定做出来，它颜色一定要稍微重一点，稠一点，不要太稀，对吧？颜色不要太稀，稍微重一点，对吧？用比较浓的这个颜色，我们去点，哎，用比较浓的颜色去点。这和我们上颜色点色的时候啊，我们上色的时候不同。上色的时候要求什么呀？颜色要，对吧？薄一点，水分多一点。点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哎，水少，颜色多，对吧？颜色一定要让它稠一点，浓一点，那样去点，看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我们点色的时候用色的方法。后面有的就是老师，有的同学就问，哎，老师，我画这个鸿运当头，为什么颜色不新鲜哈、不亮，对吧？我们就讲啊，用颜色，尤其我们点色的时候用颜色一定要这个要重要浓，水分要少，这样去点色。不管点绿色，我们要点那个头青头绿，对吧？或者我们点这个红色，鸿运当头，山顶上那种红色，一定要特别浓去点啊，水分一定要少。哎，我们加叶部分、点叶部分，对吧？朱砂，对吧？朱砂、朱标为主，因为画的这个浅绛，我们画的秋天那种景致，是不是？哎，就是赭石、花青、藤黄、朱标、朱砂为主。这个颜色也是，我们夹叶树的颜色也是啊，就是说，不够的颜色，对吧？觉得颜色不够，不鲜亮，哎，等它干了以后，你可以再去加一遍，还是加这个朱砂，对不对？还是加这个朱砂，哎，一遍不够，我再加一遍，哎，这是我们颜色调整的时候，对吧？需要调整的时候，这个方法，哎，等它干了以后，我再去加。看我们上色也是啊，需要湿的时候加，湿的时候加，需要我们干了以后加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就要等它干了以后再去加，要分清它颜色需要的湿的时候加，还是我们需要干的时候加，它有区别。你看，你下边的这个水纹这个，对吧？你可以干了以后，你看它颜色，哎，觉得颜色浅，你可以再加一遍，你加一遍，加一遍，因为我们有了昨天的那个底色，对不对？哎，昨天的底色，然后你再加的话，哎，它形成两个颜色，
对不对？你看形成两个颜色，一个是浅一点的，一个深一点的，这样感觉画面对不对？颜色就比较丰富，它不是单一的这个层次，就多一个层次，是不是？哎，就多一个层次。哎，你看，我们再加一遍颜色，你看它就有一个，哎，有个浅色，昨天我们稍微浅一点的颜色做了底色，哎，今天我们稍微重一点，再勾一个，对吧？它就多了一个层次。不够的地方，也可以随时，你看这个地方，比如说我们，哎，瀑布里边的小碎石，对吧？你可以趁着湿，稍加一点。它需要什么？需要它两个颜色，哎，融合到一起，融到一起。你前面这个加叶树，对吧？你不要把它融合到一起，是吧？需要它稍微亮一点，它颜色要厚一点、亮一点。所以说，我们等它干了以后，你觉得不够，哎，我们可以再加，是这样的啊。整体的颜色啊，哎，我们整体颜色加了以后，就是这种效果。有的昨天就说，有的同学啊，这个白的地方不上颜色嘛？看这是不是白的颜色啊？大家这个在我们课程里边，你去放大的话，你就能看出来，它的这个白的地方是相对来说比较浅的颜色，哎，比较浅的颜色，它就是颜色我们上来以后啊，它自然的晕染过去，哎，它晕染过去，比较浅的颜色，哎，是这样的啊，不是说没有颜色，是有颜色，比较浅，和我们这个下边重的颜色对比来说，它好像是白色，其实不是啊，颜色相对来说比较浅。这是我们浅酱的颜色。上色方法：亮部赭石，暗部花青。哎，中间我少加了一点这个老绿色，是这样的啊。这是我们常用的浅酱山水的着色方法，还有我们瀑布的画法。